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连串关于特权的辩论，甚至有人发明了一张台湾特权量表来给大家测量，像是家长都有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家里在台北市有住宅，家里有帮你规划出国读书，让每个人都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特权。发表后在网络上爆红，到底特权这件事为何引爆争议？特权这个概念最早是怎么出现的？社会学家又是如何解释特权？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聊聊阶级特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阶级是如何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又如何可能超越阶级特权？特权这个字的兴起，最早是源自1988年，美国的社运人士 Peggy McIntosh 发表了一篇文章《白人特权跟男性特权》。这篇文章里，他把特权定义成不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优势，并列出了一张特权量表，提出了46个问题来检验白人特权，像是邻居看到你会不会对你友善，购物时会不会被保全盯着。What are these? White privilege glasses. Helps you see the world the way we do. 这篇文章发表后，特权这个概念在美国学界开始引起许多争论，大家开始讨论所谓的白人特权、男性特权、阶级特权。因为这次的社会辩论吵的是阶级特权，这支影片我们就聚焦在阶级这件事。首先，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什么是阶级特权，就是不是靠自己争取，而是因为出生的阶级而得到的优势。像是从小生长在有钱家庭，父母花更多钱投资在你身上，这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而纯粹是投胎正确，让你拥有这些优势。要理解阶级特权，我们可以把人生想象成一场赛跑。所谓的阶级特权，就是你出生的阶级让你赢在起跑点。相反的，如果是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优势，就不会被称作特权，反而会说是你实至名归。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但是优势是一个相对概念，只要你跟比你劣势的人比较，你就有更多优势啊。这就会导致一个很荒谬的结果，贫穷国家的穷人可以说台湾人都是特权人士，因为台湾人都不用面对饥荒，但是可以三餐温饱，免于饥饿，本来就是正常现象，就像基本的生存权、受教权一样，这叫做基本人权，不叫做特权。因为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每个人都该拥有的正常人生，所以特权的定义还要再加上一个条件，只有明显偏离正常标准的时候才叫做特权，这样才不会把特权跟基本人权混淆。免于饥饿应该是人权，不是特权。再举一个例子，许多生活在台湾的白人会被说享有白人特权，因为他们在台湾教英文，可以比台湾本国籍的老师拿更高薪水，享有更好的待遇。明明以实力而言，台湾老师可能有更多的英文执照训练，但是白人外师却因为是白人就可以薪水高一截，这不是靠他们后天努力得来的，这就是一种白人特权。那么在阶级上，谁是台湾的特权阶级呢？根据主计总处2024年发布的家庭财富分配统计，台湾家庭的财富中位数落在894万。如果你家的财富有到这个数字，就赢过了 PR 50% 的人了。那从哪一条线开始应该算特权阶级呢？这取决于我们要怎么定义中产阶级。其实中产阶级是一个很笼统、很难定义的概念。根据友邦人寿的调查，他们调查了中港台韩2500位中产人士，台湾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平均拥有700万台币资产，平均家庭月收入14万台币。而这些中产阶级认为的财务安全感标准是资产要累积达到2850万。所以我们可以把700到2850万列为中产阶级的区间，大概是在 PR 45到 PR 85左右。家庭财富在全国 PR 85以上的，则是富裕阶级。因为特权是相对概念，对一般的劳工阶级来说，中产以上都算是有特权的阶级。请注意，社会学家探讨某一群人有没有特权，不是一个道德命题，不是在指责说你有问题，而是在指明这个系统有问题，总是让某个阶级的人享有特权。这不是说有特权的人就有道德瑕疵，仿佛是天生的原罪。如果你把阶级特权理解成原罪论，你就没有搞懂社会学家在讲什么。有没有特权跟你的主观意图无关，跟你是好人坏人无关，关键在于你处在哪个阶级位置上。所以当社会学家说上层阶级享有特权时，不是在指控他们是坏人，而是在说这个系统存在不平等。
才会让某些人一出生就享有更多特权，一出生就是一手好牌。我们可以用大富翁来比喻这种情况。想象一下，4个人在玩大富翁，每个人玩过1轮后，有人赢钱，有人输钱。第2轮换另外4个人玩，我们通常会重新开一局，所以起跑点是一样的。但是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游戏规则改成他们必须继承前面4个人的角色，所以必然有某人一开始就会继承大笔财富，我们就会说这样的游戏是不公平的，因为某人一开始就享有特权。这不是在骂这个人很坏，而是说你参与了这个不平等的结构。所以社会学家用特权这个字，是为了指出某个人所参与的体制有缺陷，让某个阶级、种族、性别的人享有优势。所以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重点其实是阶级，而不是特权，因为阶级才是特权的根源。在《理解阶级》这本书里，作者 Eric Olin Wright 区分了3种理解阶级的方式。第一种叫做个体属性，就是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赢在起跑点，特权是怎么从小累积起来的。因为一个人的个体属性受到阶级位置形塑，所以透过理解这些个体，我们就可以理解阶级特权。许多社会学家穷尽一生都在研究的问题，就是阶级优势是怎么传承到下一代的。其中最著名的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Bourdieu 发现，中产跟上层阶级的父母都会动用各种资源，让下一代可以耳濡目染，复制阶级特征，像是喜欢吃什么食物、听什么音乐、看什么书、欣赏什么电影，还有常常出国旅游。这些品味、价值观都是从小就培育出来的。等到小孩开始上学后，就会发现学校教的内容也都符合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像是国文课作文考试要你卖弄词藻、引经据典；地理课教的各个国家，中产阶级的小孩可能早就去旅游过了，还有中产小孩可能从小在双语家庭长大，所以英文课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问题。社会学家 Annette Lero 把这个过程称作不平等的童年，也就是从童年开始，不同阶级的家庭就已经帮小孩打造不同的起跑点，起跑点就不平等了。这个家庭优势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纯粹是你运气好，投胎到了优势阶级，所以符合我们对特权阶级的定义。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学校教的东西刚好都跟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培育的是同一套呢？如果今天学校改成考劳工阶级比较熟悉的东西，那中上阶级的特权就消失了，反而变成劳工阶级比较有优势。Bourdieu提出了一个很惊人的答案，因为学校本质上就是跟特权阶级共谋的场所，是用来巩固中上阶级的特权，可以传承给下一代，而不是帮助底层学生促成阶级流动。这样一来，学校的存在就复制了不平等，但同时又为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幻觉：你可以透过努力读书、参加公平的考试来考上你想要的学校。所以很多人会说，能够考上建中、台大，是因为从小就享有各种特权。这个说法本身是符合社会学证据的，但是今天大家争议的点其实是，就算我从小就生在有钱家庭，我也很努力啊，怎么可以说我有特权？你家庭富裕，然后可以被送出国念书，你爸爸妈妈现在可以养老，很幸福，然后每天自由自在的。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诋毁我所有的努力吗？我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我错了吗？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那个意思。我生在比较优渥的家庭，我教养比较好，是我错了吗？还是我爸妈的错？我即便努力2倍、3倍，超过别人的努力，别人都不见得认同我的。这样讲又是误会了社会学的讲法。点出阶级特权，并不会否定掉你的个人努力。特权辩论真正争辩的是，许多人只用个人努力来解释自己的成功，而看不见自己享有的阶级特权。这才是让很多劳工阶级的人不满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刻意忽视自己的特权。社会学家甚至有个专有名词来称呼这个现象，叫做回避特权。英国社会学家 Sam Freeman 的研究团队发现，全英国有1/4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大约350万人会把自己误认成是劳工阶级出身。他们明明出生就有阶级优势，但是在诉说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常常会误认自己是中下阶级出身的。We're very working class. Be honest. I am being Be honest. I am being What car honest. did your dad drive you to school in? So my dad did. No, one answer. My dad. What well, car was it? all right, it's not a simple answer What because. car did you get your dad to drive It you to depends. school in? No. Okay, What in the car? 80s, What? my dad had a Rolls Thank Royce. you.
这其实是不经意的掩盖、回避自己的阶级特权，来打造一个阶级向上流动的励志故事，宣扬自己是白手起家，告诉大家我能够站到今天这个位置，是因为我够努力。如果说个人成就很多是靠阶级的先天优势，那要怎么解释为什么很多中下阶级的人拼了命考到最高学府，毕业后他们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依然比特权阶级的人还要低？为什么一样都是台大毕业，中产阶级的学生还是比劳工阶级的学生更有可能取得中产的工作岗位？要解释这点，就不能只看个体属性。社会学家还有第二种理解阶级的方式，叫做机会独享。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 认为，不平等之所以持续扩大，是因为机会独享的机制。社会上各种优渥的空缺都是有限的，大家都想挤进名校、挤进好公司，但是位置有限，所以控制这些资源的人在筛选应征者时，不会让每个人都平等的分一杯羹，而会倾向让资源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这种排除机制叫做社会闭锁。例如，美国名校的申请程序中有一个叫做传承录取的机制，你的家长如果是校友的话，你会更容易录取。这就排除了那些贫穷家庭的学生，因为他们上一辈的家长都没有读过名校，他们也就更不容易挤进去。这种机会独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在这点上，台湾的教育制度其实比美国好许多。自从教育部实施多元入学后，机会独享的现象就有显著减少。例如台大教授骆明庆的研究《谁是台大学生》发现，台大在实施多元入学以前，全台大有超过50%的学生都是从台北县市来的。身在台北的人就有更多优势可以进到台大，但是在实施多元入学以后，台大学生里来自台北的比例就慢慢下降到了50%以下。换句话说，多元入学其实能够减少特权阶级的机会独享，比起联考来说更公平一点。机会独享的机制也时常出现在职场上，因为缺额有限，雇主会把门槛拉高，只让够格的人进入，像是规定多益、托福要打几分，必须要有多少证照，或是要有硕士毕业才能申请，这样就能一下子排除一大票人。因为能够负担高等教育、通过这些考试的，多数都是中产阶级的学生。这种排除机制能让雇主在筛选人的时候更有效率，但其实也在有意无意间让中产的小孩可以继续维系阶级特权，让阶级可以复制到下一代。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我能够争取到某份工作，是因为我的实力够啊，老板总不可能请一个没能力、会赔钱的员工吧？这样想就是只从个体属性来看事情，而没有考虑到，如果只看实力，其实很多人都符合工作条件要求的实力，但为什么最后雇主还是更重意中产阶级，而不是劳工阶级的人选？这必须从阶级排除的角度来解释。要理解这点，我们可以从国家的层级来思考。国家总是会先保障本国人的工作机会，设立各种门槛来避免过多的外籍移工移入。例如要求申请工作签证必须排队抽签，这就是一种社会闭锁的机制，把机会优先给本国人。想想看，如果美国企业直接开放国界，让全世界所有够格的人都来找工作，那全球数千万人都会想要挤进美国企业，他们的申请系统早就被挤爆了。这个机会独享的概念会导向一个很有趣的结论：既然特权阶级的位置是靠不断排除其他人而产生的，那么上层阶级的人之所以可以稳固特权，恰好是因为他们排除了劳工阶级。也就是说，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正是因为穷人是穷的。这两个阶级的存在是相生相克的。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违反直觉。我之所以有钱，是因为我努力赚来的啊，怎么讲的好像是我压迫穷人一样？这里的重点不是你多努力赚钱，而是你参与了这套机会独享的排除机制。如果我们把这套机制取消，原本有钱人所享受的特权可能就会受损了。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一个案例。1960年代以前，美国许多职位都是只录取白人，排除了有色人种，所以就算你是同样有能力的黑人，还是竞争不过白人。但是在民权运动以后，公司不再能够歧视少数族裔，白人也就必须跟有色人种一起竞争，白人原本所享有的白人特权就消失了。但是这套机会独享的理论只有解释为什么你没办法争取到某个位置，却没有解释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不管你争取到什么肥缺高位，工作中依然存在阶级剥削。
就算你考到建中台大，出社会进到知名大企业，你依然会被公司的资本家剥削啊。所以社会学家还有第3种看待阶级的观点，把阶级视为一组剥削与支配的结构。因为资本家有资本，控制了生产工具，可以决定劳工的工作内容，决定怎么分配公司赚到的钱。因为我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习以为常了，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特权，但这其实是一种很明确的权力支配。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支配、剥削的权利掌握在资本家阶级。那要怎么界定剥削呢？作者提出了3个原则。第一是扶植反向依赖原则，也就是一个阶级之所以是劣势，正是因为另一个阶级占有优势。劳工阶级之所以赚不到钱，正是因为这些钱被资本家阶级给剥削了。第二是排除原则，剥削者之所以可以剥削，是因为被剥削者被排除了，无法取得某些资源，像是在公司没有话语权，无法决定如何分配盈余。第三是占有原则，剥削者可以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榨取劳工的劳动果实。满足这3项条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剥削存在，否则就不叫做剥削。例如，欧洲人殖民北美只满足了前2项条件，但是没有第3项，因为美洲原住民大都被屠杀了。压迫原住民不是为了要剥削他们，不是要把他们转变成劳工，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而是要把他们赶出家园，侵占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过程不能叫做剥削，而应该叫做种族灭绝。但是资本主义下的劳工不一样，资本家不会对劳工赶尽杀绝，反而是要让劳工活下来，才能为资本家卖命，当个好员工。这个过程就是剥削。不要浪费时间呼吸，我不是请你来呼吸的，你又没有付我们多少钱。剥削跟刚刚说的机会独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机会独享是一个阶级的人占据位置，排除了另一群人，不让你进到某家公司，不让你享有某个好机会。但是剥削恰好相反，是要先让你进到一家公司里，然后资本家阶级才能够剥削劳工阶级。剥削者之所以可以变有钱，恰好是因为仰赖被剥削者的劳力。被剥削者可能意识到自己被剥削了，也就有可能抵抗。所以剥削其实是一种相互辩证的关系。从剥削的观点来看，要打破阶级特权，就不是只有改善教育制度那么简单，反而要跟资本家争取劳工阶级应有的权益。介绍完了3种看待阶级特权的观点后，现在我们来做个翻转。你可能以为身在特权阶级的家庭很幸福，但是今年的社会学研究反而发现，拥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家庭其实充满了焦虑。The wealth of our middle class has been ripped from their homes. In the middle class today are trying desperately to survive. America's middle class is getting hollowed out. 韩国社会学家具海根在他的书《特权与焦虑》里就指出，过去30年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东亚国家变得更富裕，但也变得更不平等，财富差距扩大，导致中产阶级消失。这在韩国尤其严重，大多数人的收入恶化，只有少数人成为赢家，能够保住中产阶级的位置。这在底层的人看来是一种特权，但是在中产阶级人来看，其实是地位竞争的竞技场。每个中产家庭都要透过各种比较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像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国学校搞双语教育，还有刻意搬到中产的社区来建立中产阶级的人际网络。虽然可以住在高级别墅区是一种特权，但这些人其实过得很累很焦虑，因为要巩固自己的特权位置，就必须不停地做地位竞争，才能确保自己的小孩可以复制自己的阶级。社会学家兰佩嘉也观察到，台湾许多中产阶级的父母在养育小孩的过程中，也一样有集体的焦虑跟不安。你会发现，其实中产阶级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其实都是非常焦虑的，关于教养，还有关于下一代的未来。这些中产家庭努力拼教养，其实是一种阶级化的保安策略。他们在养育过程中要想办法累积小孩的各种资本，像是学外语、出国留学，来巩固既有的阶级优势、特权，搞得好像是军备竞赛一样。其实生小孩就像是投资一样，如果小孩书读得好，才是我们父母投资成功。但是这些家长又时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对，把小孩逼太紧。兰佩嘉认为，这是因为台湾社会拼经济的习惯
影响了中产阶级也必须拼教养。因为台湾在战后30年高速工业化，快速追上西方的经济模式，台湾的小孩也一样必须在短期内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所以你以为出生在中产阶级可以享有特权，仿佛是过上了幸福人生，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反而揭露出，这些家庭的家长跟小孩其实都很辛苦，外人只看到他们光鲜亮丽的部分，看不到他们为了巩固特权优势，内部有各种的拼教养、竞争、焦虑不安。那我们确实发现，就是中产阶级有所谓贫穷化的问题，在财富分配上面，就是前1%的人，他拿来是越来越多。那他拿的越来越多，就代表其实比他下面的或是中间阶层的人，他拿到的相对的越来越少。那这个严重的问题会导致整个经济的停滞，那也导致整个国家会走向失败。讨论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就算真的有阶级特权又如何？这个社会本来就不公平啊！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大前提：现代人之所以会在乎特权问题，是因为现代社会承诺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成就取决于他过去的努力，所以做到哪个位置都是你应得的，也就是所谓的功绩主义。现代社会跟古时候的封建社会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古代法律会保障世袭的贵族世家，像是特权这个字 privilege 的词源是 private law， 是指古罗马的特权阶层有自己一套独享的例外法律，特权人士可以得到皇帝的特别优待。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承诺大家可以靠公平的市场竞争，靠自己努力闯出一片天，是因为存在这个大众可以阶级流动的观念，人们才会去批评某些人有特权。但是特权辩论的重点不是在指责个人，不是去骂那些有钱的中产阶级充满特权，这样就变成只是劳工阶级跟中产阶级在内斗。重点应该是要去辨识出阶级结构，去改善阶级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劳工变成中产阶级，那感觉别人有更多特权的相对剥夺感自然就会减少。但是要怎么做呢？作者提出了一套阶级妥协的模型，就是让劳工阶级的人团结起来，用各种策略行动，让资本家阶级愿意让步，跟劳工一同分享更多的劳动果实。1990年代初期，员工薪资报酬占国内生产毛额1半，企业盈余则占30%。但2021年，员工只剩下史上新低的43%，企业盈余来到37%。隔年虽然稍有反转，但员工报酬仍然占不到44%，都显示受薪族能分到的经济果实越来越少。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跟劳工阶级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是长这样。当工人阶级越不团结，像是原子一样缺乏组织，资本家就会不受阻碍，他们的利益就越容易实现。像是美国资本家长期打压工会来维系资方的利益，美国就是在这个曲线的比较左边。但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资本家有时候也会受益。像是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标榜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让资本家跟劳工共创双赢。所以北欧国家是在这个曲线的比较右边。但是大多数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北欧模式，因为如果让社会走向曲线的右边，劳工阶级权力继续往上增加，就会对资本主义产生风险。但是从这个模型里，我们也看到，如果工人权力继续扩大，劳工阶级的利益其实提升到一个巅峰后，就会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家可能会害怕而撤资，把工厂迁移到其他国家，最后反而会害本国劳工失业，不利于劳工阶级。要让社会转向曲线的右边，作者提供了我们3个策略。第一是打造在地扎根的工人合作社，例如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西班牙孟德拉贡合作社，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成功案例，可以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透过劳工的互助来维系经济安全。第二个策略是员工持股计划，让员工透过退休金计划持有公司的股票，等于是让员工成为股东，在董事会里有发言权，把参与式民主带进企业里。现今美国已经有6500家企业正在执行员工持股计划。第3个策略是团结金融，用私人股权投资去投资扎根在地的中小企业。例如1980年代魁北克的团结基金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让地方经济更活络，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要打破阶级特权，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怪罪某些人是特权人士，
而必须减少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不平等。二战后，西方许多国家之所以可以创造出繁荣的中产阶级，就是因为阶级妥协，让资本家愿意跟劳工享受更多的经济果实，可以说是人人都是中产，大家都享有特权的时代。只有整个社会的劳工更团结，我们才能够真正打破阶级特权。想要打破阶级特权，靠说话就能重塑人生格局吗？那就是这堂由樊登老师与国际影响力教练 Brian 共同打造的可复制的沟通力线上课程。这堂课会介绍影响全球超过7800万人的精准表达流程，带你从根源理解大脑如何处理沟通讯息，帮助彼此在沟通上不再停留在直觉反射，而是能透过可复制的沟通策略与流程，让能促成对话成功的沟通能力复制到不同沟通场景，成为你的霹雳例子。不管是在亲子关系、伴侣关系、职场关系里，都可以透过这套可复制的沟通流程，不用再担心临场反应总是反应不过来。如果你是在职场上渴望进一步突破自我的人，这门课可以帮助你用科学性、流程化的方式跳脱惯性思维，强化职场表达力，提升工作效率，达成有效沟通。加入这堂可复制的沟通力，精确表达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沟通力。现在点击指定连结就可享有350元优惠哦。详细课程内容请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可复制的沟通力，成为你阶级跃升的关键杠杆。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理解阶级一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